有一件事让我很感触的，就是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说原来晚上的鱼是这么便宜啊！这个时候朋友圈，杭州之前有一个同事，他说上海人的那些小气精明全让你学到了。后来我就把这几个同事全部都拉黑了。哎，那个姐姐啊，你嫁来上海已经快10年了啊。那么很多外地人啊会说我们上海人很小气，那么你认不认同呢？这个我要反驳你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听嘛是肯定是总归是听说过的啊。对。但是包括身边的同事啊，包括邻居啊，上海人也是蛮多的。然后也没有目前遇到这种比较小气的，没有。有一件事让我很感触的，就是我嫁来上海差不多4年到5年之间吧。然后那段时间，然后有一天呢晚上，我正好下班了，我想了，正好去菜市场买条鱼嘛，因为晚上吃饭也比较晚。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说原来晚上的鱼是这么便宜啊！这个时候朋友圈，真的就受到攻击了啊！然后杭州之前有一个同事，他说上海人的那些小气精明全让你学到了。后来我就反驳他，我说那晚上买个东西怎么样了？那就是小气了吗？那节约有什么不好？对不对？那你晚上同样的东西，那你晚上真的是便宜了1半的价格，而且刚好呢，我也是需要做这顿饭。后来我就把这几个同事全部都拉黑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郁闷。这个话有点过分了，对，真的很过分。对吧？你了解上海吗？你没有嫁到上海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你只能说道听途说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感觉把上海也是像当做自己的家乡一样了，是吧？对对，它可以说是我的第2故乡吧。还有一个例子啊，然后就比如说我老家嘛，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正好来上海办事情嘛，后来我就很热情的去邀请他来我家住，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很不开心。他说上海男人都比较小气，然后我就不去住你家了。所以说从那之后了，我们也就不太来往。他觉得上海人应该不会让人家住家里，是吧？你老公是什么想法呢？我老公没有，我老公他还很热情的，烧了8个菜1个汤。对，然后但是他也来了吃了之后了，后来他就走了。之后了我就很少来往了。这样子的。他真的挺过分的，说实在的。很多人说上海人小气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。比如说像我婆婆，包括我家里一些亲戚，他每次给孩子压岁钱其实都不少，所以说我每次都不让孩子要。但是上海人他是这样的，说只要孩子不结婚，然后这个压岁钱一直都会给。这个是的，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意外，因为在我们老家，小孩子只要过了7、8岁，我们都收不到压岁钱。7、8岁就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像我婆婆，她每次都是不少给的。不少给。对。但是在我的想法，我是觉得过年我们不是应该给老人钱吗？但是都是老人给我们包。对。然后不管什么节假日，然后过年呀，然后小孩子过生日啊，6一儿童节啊，他都是那个必不可少的。6一儿童节也给啊？对对对，那都会提前给。这个比我小时候还开心呢，这个。还有孩子开学也有，比如说9月1号，包括那个2月份开学，这个都会有的。而且一点都不小气，我觉得我婆婆很大方。包括我家里人也是。那么阿姐，还有很多外地人讲我们上海人可能比较排外可能会歧视一些外地人，你有没有觉得呢？没来上海之前，网上更多的呼声可能会有这样的，但是来了上海之后，我目前没有遇到。然后我来上海也十几年了嘛，我还没有遇到过。